英俊哥，我只是想让你好好的看着我，但是我已经无法再忍耐下去了。不只是弟弟，我要你完全属于我。英俊哥，果然认错了。英俊哥怎么可能在这里？怎么又想起他了？分开这么多年，他应该已经把我忘了。我长得有那么可怕吗？太伤人自尊了。居然被帅哥抱住了，害羞死了！可怕了！救我！你弄脏我的鞋子了。真痛。长得这么帅，你真的是刑警吗？当然了。可不可以留你的电话？微信也可以呀。私人的联系方式可不行哦。今天的调查就先到这里，如果想起新的信息，可以到警局来找我。就这么走了吗？是他没错，我记得那个被撞的女生向他求救过。但是那家伙好像有点变态，居然就那样无动于衷地把女神丢在那里。有点变态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同学，请等一下，麻烦您配合做一下笔录。林默。你这混小子，这么多年都去哪儿了？知不知道我多担心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你完蛋了，一定是我演得太假，被他看穿了，他肯定要发火了。为什么当时要问你是谁？这样不是太明显了吗？毕竟在一起那么多年，再说以英俊哥的长相，怎么说都不会是会被忘记的人吧？我好蠢啊！你到底是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你不认识我？混蛋小子，亏我这么多年一直惦记着你。既然这样，我现在怀疑你和一起诈骗并肇事逃逸的案件有关，要求你回警局协助调查。哎，诈骗？什么诈骗？我完全不清楚啊，我只是路过而已。少废话！等一下，不行的，英俊哥，教授还等着我送实验数据，我还不能走。哦，英俊哥。
血坟墓说的就是我吧？他不是失了智，为什么一见到他脑袋就罢工了呢？态度再坚决一点，说不定就没这么麻烦。5年了，我还是没有变，还是这么喜欢他。要是像5年前离开他的时候那样，可是他那么可爱的人，永远都只能是我的哥哥。看资料上写的，你不是读的生物系，怎么又转行学表演了呢？没有，继续演啊！刚刚不是装的挺像样的？笔录我都做完了，可不可以？不行，我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，为什么突然失去联系，连我的手机号都拉黑了？我把手机弄丢了。你撒谎的时候就喜欢看脚尖，照顾你那么多年，想知道个理由过分吗？哥，别问了，我不想再说谎话。臭小子！我想说就算了，从小就是这样，真是个倔小子。我啊，被你吃得死死的，看你可怜巴巴的，让人没办法发火。哥还是和以前一样，那么好。我们就是好奇你挂在嘴上的宝贝弟弟。你们这群厚脸皮的家伙，吓到我家小孩就杀了你们！哇，长得很帅嘛，跟那个傲娇男完全不是一个风格，真的是兄弟俩吗？气死人！一个两个都长这么帅，不给我们留活路啊！喂，有没有听我说话？真是的！老大，难得你们重聚，不如带他一块儿去庆功宴嘛！求求你了，姑娘们好久都没见过小鲜肉了。不行，到那个地方还得坐地铁，我弟不能坐地铁。为什么不能坐地铁？闭嘴！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可以坐地铁，我早就不怕火车了。老大真的是命好，每个案子都办得这么顺利。还不是因为他长得帅，把证人都迷得神魂颠倒。你行你也上啊！英俊哥，我想先去下洗手间。去吧，我在门口等你。你们先去吧，我在这等着他。想不到5年不见，那孩子变化这么大，变高了，好像也变得更帅了，和小时候那个可爱的样子完全不一样。真是有种老父亲的心情啊。不过，我还是很想知道，5年前他为什么突然消失。毕竟，他小时候经历过那么不幸的事情。醒醒，醒醒啊！从那以后，他就开始害怕所有跟火车相似的车。如果再被乱七八糟的事纠缠，就太可怜了。该不会是父亲再婚，把他赶出家门了吧？唉，好烦。谁让我装大度，说什么不想说就不要说的话，搞得都没办法再开口问他。但愿这5年没有我在身边，他都好好的度过了吧。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了？对身体不好。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感觉无聊了就会抽一根。我们走吧，他们已经快到了。不然还是叫车过去吧。你真的没事吗？如果害怕，我就抓紧你的手。如果害怕，就抓紧我的手。可是，好歹我们2个大男人。你看那2个男生，好帅呀！是情侣吗？哎，气氛好尴尬啊。英俊哥，头痛吗？
别动，让我靠一下。怎么感觉这小子性格变得不太一样了？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却让人觉得强势。干杯！啦啦啦啦啦！注意你们的形象啊，好歹也是公职人员。不管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，能再见到你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要告诉我。不要再走了，好不好？哥，你醉了，不要再喝了。怎么可能？才喝了6瓶啊！不要小瞧已经成为社会人的哥哥我。英俊哥，哥，没人吗？英俊哥，啊？宝贝儿，好像有人来了。先到先得，他是我的了。识相的快点滚！哼，扫兴的家伙！长得真漂亮啊，蓝色的眼睛。你是混血吗？真让人把持不住啊！等，你干什么？滚开！搞什么？懂不懂规矩？先来后到。英俊哥，醒醒！对一个喝醉的人出手，到底谁不懂规矩？他是你的人，他呀，一看就是经常出来玩的人。你紧张什么？英俊哥，你打断别人很扫兴啊！明明是他先勾引我的，还主动让我摸他的。放手！你弄疼人家了！你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？神经病啊！从现在开始，除了我，没人可以碰他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是他什么人啊？你用不着知道，你用什么地方碰过他，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切下来。开什么玩笑？这种话精神有问题吗？像是要杀人的眼神，这家伙是疯子吗？得赶快逃走！你走开！你个神经病！真他娘的倒霉，约炮都能遇到变态。来人啊！开门！来人！你跑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我学过功夫的。先从手开始，还是脸开始？你不要担心，我的临床实验成绩一直是 A+，不会多切你任何一块肉的。英俊哥，我有点难受。啊！
但是不重要，我还能喝。我是伟大的我在这边。成年人。很快就到了，你稍微控制一下自己，别昏过去。今天的气氛蛮不错的，还要去下一场嗨吗？开什么玩笑，要累死了。那今晚去你那儿。好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死人了！英俊哥，我没事啊。现在好点了没有？美女，我好喜欢你的眼睛，黑黑的，真好。不像我这样，我是蓝色的。我是林默，不是刚才那个女人。真好啊，真好看。刚刚那个也不是女人，真是醉得厉害，一见面就醉成这样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放纵了？我记得她以前啊，是我的小可爱啊！嘿嘿嘿嘿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你找了好久，我找了每一个地方，学校、家里、那棵树，还有我车道那里，我还以为你死了，你让我好担心啊！英俊哥，那个老臭，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太过分了！啊，我怎么了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是我的错，你不要哭了。我喜欢你的眼睛。又来了，把我看成那个伪娘，你再胡闹下去，我就走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亲一下我才不算亏，难得遇到一个对我胃口的。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我这都是你的错。我觉得头好疼，昨天忘记关窗了。我家里有落地窗吗？昨天和他们庆功，然后喝多了，林默也在，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记不起来了。好像
还有个长头发的女人。哦，大概是和那个黑发的妹子回家了吧？年纪大不能再这么胡闹了，要是被小家伙知道，会学坏的。我去，什么样的女人会住这么豪华的房子？难道是白富美？完蛋了！啊！为什么睡在我旁边的人是他？昨晚发生了什么事？让开！美女，你的眼睛真漂亮。你在向我搭讪吗？我这个是大直径美瞳了，要不要试一试？你该不会是推销员吧？那你介意我去你家给你推销吗？那你可能要推销一整晚哦。小帅哥，你就打算这么坐着吗？陪陪我们嘛。我真的不会喝酒。等我一小会儿。走开，走开！一群饥渴的家伙，让我看看我家小孩有没有被人占便宜。英俊哥，你醒醒！英俊哥，英俊哥。我在想什么？对自己兄弟下手的话，我还是个人吗？清醒点。所以后来呢？然后我们两个又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感觉下面不太对劲啊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太糟糕了！我不会真的对他下手了吧？不会的，不可能！等一下，完蛋了！不可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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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能！我这辈子再没有节操，都不会对弟弟下手的。只能确认一下了。到底还要多激烈？啊！你在干嘛？啊！我看你穿这么少，怕你着凉。怕我着凉还掀被子？你不会是在检查昨晚的痕迹吧？怎么可能？你把哥哥我当成什么人啊？你昨晚可是一直缠着我呢。缠着你？不会真的？老大，你去哪儿了？快回来取理，出大事了！挂了？怎么回事？我得赶紧回去。我的衣服太臭了，借你衣服穿一下。
英俊哥，你的手机又响了，要我送进去吗？你别进来，我自己拿。哦。在这里。被讨厌了吗？我先走了，回头再联系你。要我送你吗？你对这边的路也不熟悉。不用了，我叫个车就好了。得救了！哎呀，我这个糊涂脑袋，干脆都忘记不就好了？为什么又想起来了？昨晚上果然是干了蠢事，太尴尬了，简直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要是没喝酒就好了，对不住可怜的小家伙了。算了，以后再想办法跟他解释吧，还是先解决当下的麻烦。哎，等等，怎么是个男的？啊，我真是净干蠢事儿，这回麻烦了。太夸张了吧！哇，好有钱，居然真的穿了套房子在身上。这种人来我们学校干嘛？这不是前阵子在学校门口出车祸的那个女生吗？啊，太血腥了，她都不会害怕的吗？她生前做过遗体捐献，所以就这样血淋淋的送过来了。我看不下去了，啊，这画面太恐怖了。你休息一下吧。就算是天天泡在实验室，遇到这种情况也太离谱了。林默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林默，我知道你是谁。啊？你知道我是谁？我们走吧。尹才哲，20岁就取得了克莱登大学犯罪学博士，到 M 国联邦调查局接受训练，目前是 H 市的刑侦特调组组长。你今天来是为了在酒吧被杀的那个伪娘吧，师兄？连我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的事儿都查到了，看来你是早有准备。我一向不喜欢做没准备的事情。这小子不对劲儿啊！明知道我来调查他，还这么冷静，一点都不像个乳臭未干的学生。想从他嘴里审出什么，恐怕很难。搞得连我都好像在他计划之内，真让人心里不爽啊！真是个难对付的家伙。不过，我跟你恰好相反，我就是喜欢做有挑战的事。你现在涉嫌一起刑事杀人案件，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对不起，大蝶老师，但我实在忍不住。我昨晚喝的太多了，实在是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不过，就算我记得也没用，毕竟我当时意识不清，不具有主观判断能力。监控录像记录了你和林默是最后接触死者的人。伤人的瓷片上有林默的指纹和血迹，他和受害者生前发生过冲突，至于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。虽然法医的初步判定是非外伤死亡，但检方至少也会以故意伤人罪起诉他。
林默现在是第一嫌疑人，最少要被监控48小时，除非法医那边拿出更有力的新证据。老大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？你的宝贝弟弟现在很危险啊！我再想办法了，可惜还没想出来。等法医报告吧，没有证据，就算是警方也不能随便定罪。老大，虽然你也是嫌疑人之一，但是我对灯发誓，绝对相信你是无辜的。可是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呀？你成了涉案人员，组里没人管，大家全都乱套了。上层怎么说？大概是要派新的组长过来。酒后误事。听说特调组的老大已经来接手了。特调组？又是闵才哲，那家伙成天跟我过不去，跟小学生一样，为什么偏偏选他？放心，我们几个都是你的死忠粉。绝对不会因为他又有钱又帅就叛变的。听起来分明就是已经叛变了。不好，林默现在跟闵才哲在一起。应该是这样。他危险了，我得赶快过去，不能让那个疯子来审林默。他可是有把嫌疑人打进医院的劣迹，这个疯狗。老大，你的脖子，小草莓。还有，这件衣服不是林默的吗？昨天你又在他家，难不成你们骨科啦？对，骨科？骨科就是，胡说什么？满脑子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他是我弟弟，这件事绝对不许对别人说。老大，你脸好红哦，这可不像纵横情场的你哦。难道昨晚解锁了新世界？感觉怎么样？像话吗？一个女孩子说这种话，看来真是我平时太惯着你了。赶紧去写法医报告。什么也听不见，小家伙不会被屈打成招了吧？乖乖认罪，不然我杀了你！姓闵的，你给我出来！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就撞门了！英俊哥哥，我的天！像受伤的小动物一样，太可爱了。这疯子有没有欺负你？打你了吗？有没有咬你？要不要打狂犬疫苗？都是狗吗？就算对我印象不好，也不至于夸张到咬人吧？我没事的。喂，你刚才不是这样，也太会装了吧？这委屈巴巴的模样，分明就是被欺负了。他虽然有点凶，也没对我怎么样。小时候就是这样，受了委屈也不会说出来。果然还是我家那个可爱弟弟呀！哼！法医报告。法医在受害者的耳后静脉附近发现了针孔，化验结果显示，死者生前被注射过超过10毫升的高浓度酒精，死亡时间是当晚的11点，也就是我和林默离开后的半小时。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0.50%就是致死量，如果是注射的话，几分钟内就已经死亡了，时间对不上了。没有证据，你申请不了逮捕令，赶紧放人！如果在他身上发现什么伤口，我一定让你爬着出去。但是现场伤人的瓷片上有林默的指纹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也摆脱不了嫌疑。拿反了，你慢慢看吧，我们走了。等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让他回避一下。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。你第一天认识我吗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废话？你不是常说……英俊哥，我们走吧，不要听他的。闵才哲这个人真讨厌，要是能消失掉就好了。
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愉快地看着尸体的照片。死的不是我，我不应该庆幸吗？你至少应该有基本的同情心吧？对不起，那种多余的东西我没有。也对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怎么会对别人有一丝怜悯？还是说，杀死他们的时候令你更兴奋？冷酷、情感肤浅、自我控制不良，典型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，加上间歇性精神分裂，哼，你应该感谢你的主治医师，否则你一定会被判死刑。警官先生，不要太早下结论。我再说一遍，人不是我杀的。犯罪者是会撒谎的。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，推定被控告者无罪，这是司法机构的基本原则。看来师兄对我存有偏见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让我来猜一猜。昨天晚上接到警讯之后，你应该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现场，除了搜查证据，还连夜看了监控录像。这么狼狈的一夜，却为了我大早上换了套新衣服。像你这样刻意展现个人魅力，到底算求偶行为，还是防御机制？放屁！什么求偶行为？你当我是动物吗？所以你在监控里都看到了吧？我和英俊哥做了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最好离英俊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要不是你当年失忆的缘故，杀害英俊母亲的凶手不会直接逍遥法外。注意你的用词，那也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。你是在责怪一个受害人因为 PTSD 而失去记忆吗？如果我记起来了。什么？你恢复记忆了？没有。敢耍我？但是只要英俊哥想从我这里挖出凶手的信息，就不会让我离开他。你知道亲眼看着母亲被杀害的感觉吗？要不要试试？我可以帮你。没有这样的自觉，就不要试图用下半身喜欢他，因为你不配。你那些花哨的衣服和廉价的手表吸引不了他。光明从来不能救赎黑暗，只有黑暗才能互相包容。别天真了，混账小子，居然不知不觉地被他绕进去了。有过那种经历，怎么可能成长为无忧无虑的人？是我把他想得太简单了吗？你做不到和他站在一起，我可以。狗崽子！居然敢说我的全球限量路易莫奈特是廉价货，气死我了！哦，不是有话对我说吗？无论如何得让他知道林默那小子多么危险。我查了这几年的资料，关于林默，5年前他突然失踪，而他父亲，林氏医疗的最大股东，竟然没有报警，反而将消息压了下去。够了，这些我早就知道。大家吃饭各凭本事，你不会以为警局除了你都是尸位素餐吧？他失踪以后，我尝试过各种途径打听消息，无论是哪条道上的人，都对这件事守口如瓶。我甚至曾经怀疑是他父亲动的手，直到2年前他重新出现，以最高分进入国会山大学。可是从那时起，他身边就围绕着各种死亡案件，车祸、自杀、殉情。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多巧合，一定有人故意在他身边制造死亡。有人？就是他在制造死亡吧？偏袒，这就是赤裸裸的偏袒！嫉妒使我质壁分离。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怀疑过他？不然为什么一直调查他？该死，明明否认的话就要说出口，却都在嗓子里。我真的一点怀疑都没有过吗？这么多问题摆在眼前，怎么会没有怀疑呢？
我知道他对你来说很特别，但如果你只是把他当做弟弟，就不要露出这样让我嫉妒的表情。我对你……别用你哄女人的那套，我也是男人，听到这种话只会让我起鸡皮疙瘩。你根本不符合我挑选对象的标准。你的标准是什么？真的就这样上交警官证件了吗？没办法，调查期间涉案人员还是要避嫌，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也好好休息休息。小家伙在为我的事情担心吗？好可爱啊。说起来这件事全都是我惹的祸，要不是我喝醉了，也不会害得你今天不能回学校。你不要生我的气就好。没有，不存在的，我怎么会生哥的气？哥一定很想自己去调查这个案子吧？虽然嘴上打着哈哈，但还是露出了很惋惜的表情。被他注意到了吗？真是体贴的小家伙。知道哥为什么考警校吗？为了查伯母的案子。因为我不喜欢努力啊。像你一样一直努力学习，考上一个顶尖的名牌大学，对我来说太辛苦了。我没有这样的耐力，倒不如靠体力考警校来的轻松。读书是这样，工作也是这样。我这个人没有长性，什么事都坚持不到最后，所以谈恋爱也是这样，很容易就分手了。既然了解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，就干脆不要抱有什么责任感，轻松的活着吧。糟了，我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？你不会觉得哥是个差劲的人吧？哥是个骗子，我不喜欢你欺骗我的样子。哎，看来真的长大了。你小时候不喜欢，从来不会说出来的。那哥喜欢我现在的样子，还是小时候的样子？这小子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有魅力？糟糕，我在心跳什么？傻小子，你是我弟弟，我当然是都喜欢啊。那要不要和我交往看看？哎呀，真是的，怎么突然说这些没头没脑的话？这该死的暧昧气氛真让人抓狂！不要给我乱七八糟的期待啊！对我来说并不突然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宁愿5年前就这样问你，或者更早。明明是我先出现的，为什么英俊哥却总是选择别人呢？难道是我不够好吗？这伤脑筋。你的问题就在于你太完美了，高学历又聪明，不爱打扮却很惹眼，算是帅而不自知的家伙，又是有钱人的独生子。最重要的是，那双漆黑的眼睛像小鹿一样可爱。被他这样看着，我钢铁直男的心都要化了。这样的人谁会不喜欢呢？可是我，要是女孩子就好了，或者是大雕萌妹也可以。我胡思乱想什么？真是疯了！非要我说出我只是把你当弟弟这么俗套的台词吗？可是不斩断他的念想，最终受伤的还是他。我不想伤害他，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，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好？小傻瓜，并不是我总选择别人，我也有我的要求，你不在选项之内。那现在开始把我加进去。喂，不是应该问问我要求是什么吗？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这不是一个可以打商量的事。如果一开始可以喜欢你，
我早就信。我不想在你嘴里听见不喜欢我的话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每说一次，我就亲你一次，一直到你说喜欢我为止。英俊哥真的全都忘记了吗？我们可是曾经做过更过分的事情。更过分的事情？你干嘛？别过来！再来我真的生气了。看到我新买的小说了吗？突然找不到了，明明摆在桌子上，会不会忘在休息室了？哦。手机号应该就能搜到我家小可爱的账号吧？1998。他不像是会用其他方式注册的样子。搜索，果然是他的行事风格呢。这个时间加好友合适吗？该不会已经睡了吧？明明发生过那样的事，还向我表白了，现在主动加好友，会不会让他误会？但是我那么凶地推开他，好担心他会偷偷伤心。搞什么，混小子！哎，我真是个罪人，我怎么可以欺负那么可爱的孩子？我应该怎么做，才能让你既留在我身边，又不伤害到你？啊，这样想好自私啊！清醒一点，太英俊，你怎么变成这种贪心的人了？好痛！啊！发出去了，取消还来得及吗？啊！我真是笨死了！自卑型犯罪者吗？害怕成这样还要做坏人，你真的很矛盾。别过来，求求你，放过我！为什么不提前了解一下我呢？陷害的话，至少现场要做得像样一点，漏洞百出。我们做笔买卖，你告诉我是谁让你来的，我也分享一个秘密给你。是。跟那家酒吧有关的所有人的资料都在这里面了。跟有钱人合作真愉快。凶手通过耳后静脉对受害人注射高浓度酒精，致使受害人在短时间内因酒精中毒死亡。耳后静脉的位置与发际线相连，位置隐蔽，连法医初查的时候都没能找到针孔。能想到用头发掩盖注射位置，说明凶手非常了解人体结构，有一定的解剖学知识。如果不是林默的话，还会有谁？酒吧来往的人社会关系复杂，想找到嫌疑人如同大海捞针。这辆车！居然是那个撞死女大学生的逃逸车辆，案发当晚恰巧又出现在酒吧外面，难道他一直跟着林默？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林默的话，凶手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事？杀人、陷害，除了复仇，我想不到其他的理由。为什么？凶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只要查到车的主人，一定会有答案。理财者警官已经拿到你杀人的证据了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可以去毁掉证据。
恶！为什么会这样？连警察都敢动，太肆无忌惮了！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这个案子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就这样暴露在外面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住到我家，有我24小时保护你。詹姆斯·费伦认为，心理变态是3种因素互动的结果，3种因素就像是凳子腿一样，支撑着他的理论。额眶部皮质以及包括杏仁核在内的前额叶皮质功能低下，基因出现多处高危病变，童年早期受过精神、身体或者性虐待。我们先天基因决定了个性的80%，而后天因素掌控了其余的20%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有成为心理变态的可能性。而拥有变态基因的詹姆斯·费伦，通过母亲后天的培养，改变了成为一个犯罪者的命运。最近新出的动画看终于什么？下课了。不知道，累死了，什么都不想做。林默，你过来一下。我听说你最近没有继续接受治疗，为什么？已经不需要了。你知道我向来主张变态型人格是可以被治愈的，你对我来说意义超过任何一个实验案例，我不希望你轻易放弃。那些药，派博赛嗪、伍佛利多，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，思维迟缓、嗜睡，还有轻度的性功能障碍。我想保持清醒。发生了什么事吗？那些人又来骚扰你了？你打算怎么办？需要我的帮助吗？不必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我逃避了太久，这一次，我要变成狩猎者。反社会型心理变态患者无法具有感情，也正是因此，一旦情感出现，他们反而超乎寻常的敏锐。这种情感可能是一剂良药，也可能是致命的威胁。是因为他的出现改变了你吗？说好的住到我那儿，结果还是跟着过来了。多么奢侈的房子啊！我工作这么久还住在平南区，这都是什么人间疾苦？哥就不要租房子了，这栋房子是妈妈留给我的遗产，很多年都没有人住过。自从我妈妈走后，我一直不太敢来这里。哥愿意陪着我真是太好了。这些年他依旧走不出那时候的阴影。明天你早上有课吗？要早起的话就不用陪着我了，早点休息，整理完我会自己去睡的。读物学，这也是你们专业范畴之内的吗？只是一时兴起，拿来看看。一时兴起？他也在研究酒精中毒吗？不如我带你去看看房间吧。我一个人住这间屋子也太大了。英俊哥说要保护我，难道不是要贴身保护吗？什么意思？当然是和我睡在一起。睡在一起？真的要一起睡吗？虽说是两个大男人，但毕竟有过那样的事，也太尴尬了。要关掉床头灯吗？我怕开灯你会睡不好。不然我还是住隔壁吧，我看这里还挺多房间的。哥如果还是介意我那天在咖啡厅说过的话，就不要勉强自己。和坏人比起来，我更怕看到哥讨厌我的眼神。关灯睡觉。好疼！不要！
要！好疼！不要！不要！打完这一针，你很快就能安静下来了。我不要打针，让我离开这里！放开！不要碰我！快拿开！林墨，你醒醒！林墨，去死吧！去死！林墨，醒醒！我是你哥哥！林墨，你醒醒！我在梦里做了什么？不是的，是我半夜不小心摔下床，自己撞伤了。你好好睡吧，我就在你旁边守着。哥，还不睡觉？学会撒娇了吗？哥会害怕我吗？别小瞧哥哥我哦，我在警校体训可是最高分，3、5个人都打不过我。以后有我在你身边，你不用担心闯祸了。我也不清楚为什么，他看到我就吓得晕了过去。林墨，我头好疼。哥，我们回家吧。当时英俊哥情况不太好，我担心他会脱水，就先带他回家了。按照凶手陷害林墨的手法来说，我们离开前，他一定也在洗手间内。可是洗手间外面的监控显示，除了你们，前后都没人进去。凶手用什么方式离开的？受害人在我们离开后半小时才死亡。一间酒吧的洗手间会这么长时间没人进出吗？哇，你们果然心有灵犀，这一点老大早就想到了。小梦，我让你查的怎么样了？我找到了。老板说酒吧本来有2个洗手间，其中一个经常堵塞，他找维修人员把旧的管道都换掉了，最近刚修好。所以在我们之后，有人把维修牌放回去了，直到受害人死亡后才被拿走。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激情杀人，一种是我们闯入了对方的计划之中。我相信洛卡德园里一定有线索还留在现场，我还是得再去一趟那家酒吧。闵才哲那边怎么样了？找到袭击他的人的线索了吗？肇事车是拍到了，但车牌是假的。桥下确实有监控，可肇事者的位置被车挡住了，没能拍到。医院还是要派人盯着，对方如果知道闵才哲没有死，会去找他的。上面专门派了个新警员去陪护，听说是这届毕业生里体训成绩最好的。闵组长醒了，闵组长醒了。让开！有人偷东西！嘿！妈的，小兔崽子！你以为你是警察吗？多管闲事！我就是警察，
警察了不起啊，还不是跟我一样是个穷逼。我不仅要做警察，未来还要做警察局长，选国家首脑。哇，大哥哥好厉害！努力改变这个世界。你他妈神经病啊！闵组长醒了，闵组长你醒了。有鬼！闵组长，闵组长，你醒醒啊！身体上恢复的比较好，但他脑部受到袭击，请不要给他太大的刺激。放心，我会誓死守护闵组长的人身安全。你就是新来的那个警员，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充满了阳光的气息和满满的正能量。我叫沈丧，丧父丧母的丧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，这里有个神经病。我怀疑有人混进了警局高层。你发现了什么证据吗？内部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然为什么派这个危险的小子在我身边？肯定是想杀我灭口啊！去！你自己发疯吧，我走了。别走，亲爱的。袭击我的家伙抢走了线人给我的名单，上面是关于那家酒吧的来往人员。我现在是半个瘫痪，调查的事情就只能靠你了。资料上有问题。我发现了一辆厢式卡车，就是那个肇事逃逸案的车。你好，以后多多关照。我有可能是未来的警察局局长哦。哼。喂，小子，你这么没礼貌会被打的哦。林先生好。去忙吧。是。哦，看来你是个大人物，那也不能没礼貌。不知道要跟人家回礼吗？医生慢走。你小点声，这里都是重症病人。对不起。你明明看到袭击你的凶手了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太组长，让他抓人就好了？还去查什么？没有脚需要穿鞋吗？不用呀。所以你没有脑就不要思考，把手机给我拿过来。组长小心！多亏我眼疾手快，组长真是太让人操心了。上面派我来保护你的个人安全，那我们两个就是一个 team， 你做什么之前得通知我一声，要有团队精神。闭嘴，话这么多。你硌到我了。我是年轻人嘛，就是这么让人惊喜。如果你的朋友可能背叛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没朋友。问你真的是多余。H， 可以照计划行动了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小梦，你去查一下案发当晚酒吧周围的停滞的车辆，找辆 DAF 的厢式卡车，记得不要打草惊蛇，发现痕迹先跟我汇报。明白。哥跟闵组长看起来关系很好，我要吃醋了。我跟他不是那样的关系，我们两个算是朋友吧。他虽然性格冲动，却是个莫名有正义感的人。刚进警局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出于私人恩怨，为了查我妈妈的案子，所以不让我跟凶杀案件，害怕我一时冲动惹麻烦。只有那个家伙，竟然当着大家的面训了队长一顿。责难受害者的孩子没有成长成你们想要的善良又爱好和平的模样，难道不是你们无能抓不到凶手，才让他变成这样的吗？有时间在这里叨叨，不如去把凶手抓起来。我还要去抓人，不奉陪了。一群虚伪的家伙。那次之后，他成了反面人物，局里的人都讨厌他的傲慢，逐渐淡忘了我的事。
糟糕，你说完之后我更嫉妒了。他和哥还有这样的回忆。告诉我是谁让你来的，我也分享个秘密给你。我不能说，他们会杀了我。我只是个小人物，他们派我过来盯着你。我只有这个了。你真那么厉害，自己就能找到他们？衔尾蛇。连通风口都这么干净，有人刻意清理过。闵组长他们调查之后，酒吧叫过保洁公司清理现场，基本上找不到痕迹了。关灯吧。受害者割伤处血清素浓度上升，自由组织胺大量增加，说明他在被割伤时还活着。但地面上血迹的分布情况，受害者显然没有挣扎的痕迹，凶手可能用药物控制住了受害者。高浓度酒精注射会在注射点产生局部坏死，影响输液效率。挑选远心端注射，倒不如直接将酒精注射在心脏位置更方便。凶手的目的和他的行为南辕北辙，简直有点蠢。对于某些连环杀人凶手来说，杀人并不是目的，他们的目的往往是欣赏杀戮的过程，以满足变态的心理需求。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，法医报告上并没有写注射点坏死，而且切割伤处痕迹规整，看来凶手对尸体肤表有特殊的执着。那酒精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掩盖死因，比如隔离苯尿和二甲双胍与酒精同服，会引起低血糖休克甚至死亡。但这种症状会被醉酒反应掩盖。这个血迹也很不合理，如果切割处在动脉，墙上会有血液喷射点；如果只在表皮，不会有这么大的血流量。可惜不能直接检查尸体。这是中央空调的管道图，这里通向的每一个出口点，闵组长他们都查过了，全部被人清理过。死亡时间和尸体被发现的时间相距不过几分钟，来不及爬到更远的地方。最近的出口是旁边的女厕所。去看看。在受害人活着的时候折磨对方，让他一点点感受死亡，却又不能挣扎。凶手享受这种绝对压制的感受，就像上帝审判人类。这绝对不是他的第一个案子，手法和思路都太成熟了。对于这种反社会型连环杀人凶手，往往会有重回现场欣赏自己成果的行为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只要这家酒吧重新营业，没多久凶手就会混在人群中回到这里。那是什么？我上去看看。警察，你给我站住！东西在口袋里，我只是用它赚点小钱而已。女厕所里放针孔摄像机，混账小子这么下流！不是他不是心理变态。哎，能看出来的吗？不过这东西说不定能给我们提供新的线索。交给我们吧。老大人呢？老大，都搞定了，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林默呢？车里呢，他不喜欢烟味儿。看来你们夫妇生活过得蛮和谐嘛。你现在的样子就像背着老婆偷偷抽烟的丈夫。真的这么狼狈吗？听上去有种浓重的中年大叔的味道。这不叫狼狈，这是幸福的偷懒。以前你的女朋友哪管得了你吸烟，他们巴不得天天哄着你，但总觉得你的心思不在他们身上，从来没见过你像现在这样这么在乎对方的感受。你这个比喻就很有问题。弟弟和女朋友怎么相提并论？老大，你再这么自欺欺人，我都要看不下去了。林默可没有拿你当哥哥的意思，再逃避下去，小心真的伤人家的心哦。我还要磕 CP 呢。打住，越说越离谱。那辆厢式卡车查到了吗？网络侦查科的人查过所有相关路段监控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简直就像幽灵一样，
凭空消失了。肯定是数据被人抹掉了。难道真的被闵才哲说中了？内部有人在搞鬼？这个案子要尽快查清，不然凶手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继续作案，还会有新的受害者。确定是连环杀人凶手？以对方处理现场的方式来看，一定不是初次犯案。只是我想不明白，这件事和林墨之间有什么联系？凶手为什么要陷害他？也许和林墨有积怨。得调查一下林墨的社会关系。这事还是我自己来吧，我在他身边比较容易展开工作。先走了，明天我弟弟还有课。连烟都不要了，体贴的要命，还死鸭子嘴硬。又回来了，停药之后附带的赠品，幻觉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不尽快把杂碎们解决的话，又要被迫和英俊哥分开。案子的事儿怎么开口比较好？毕竟闵才哲已经审过一次，追问的太紧，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。他是用什么方法一眼就认出谁是心理变态的呢？难道心理障碍的患者之间有什么感应，所以让他被一群特殊的人盯上了？这种特殊的人大概会有个组织的吧，就像互助协会之类的。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问他是不是被邪恶组织骚扰了，搞得像小说看多了一样。我好歹是个成年人，我不能再失去他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怎么回事？突然间力气好大，没办法挣脱。我是不是看起来像个女人？不会，哥抓那个人的时候很有男子气概，我都要被迷倒了。最近怎么总是男人对我说喜欢，搞得我都开始怀疑自己的磁场问题了。英俊哥一上车就这样诱惑地盯着我，我很难控制住自己。哥如果不拒绝的话，我可能会做出更过分的事。好热，本来想说的话全都被打乱了。虽然组长有矫情有龟毛，脾气不好，还喜欢骂人，总是阐释别人做这个又做那个，求别人的时候一点好脸色都没有，除了长得帅一点优点都没有。但是我这正直的人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他呀。毕竟是我职场的第一个任务，我还没来得及尽职尽责，组长就死了。我的职业生涯刚开始就这么毁了，领导可能觉得我靠不住，以后再也没有重要的事交给我。我的一生就在默默无闻中埋没人生理想的无法实现，最后废话太多了，过完晚年生活。我也不喜欢这种气氛，我们走吧。你动作快点，你属乌龟的吗？长这么大只一点力气都没有。组长，这不能怪我，是你该减肥了。找死啊！我可是每餐都严格控制热量，每天坚持健身2小时的人，分明是你平时训练的时候偷懒，身体太虚了。可是你已经在床上躺了1周，肌肉摸起来都软软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坐过来干嘛？开车呀！因为撞车驾照被吊销了，要不然我们找代驾吧。我要被你这蠢货气得心梗了！我上辈子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，要派个傻子来折磨我？咬死你算了，同归于尽吧！英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林墨发现病历有问题，我就猜到了你要做什么。为什么要假死？你知不知道，凶手一旦得知你这个唯一的目击者死了，马上会恢复作案，很快会有一个人因为你的消失而受害。我也没办法，这是上面的安排。调配新任务之前，我要洗清身份。上面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把你调走？这个案子怎么办？该查的都查了，我又没看到凶手的脸，就算我留下也没有什么用。现在这个案子已经不在我管辖之内了。什么狗屁命令啊！这是特调组的事，无可奉告。
我难道不了解吗？警局里谁能命令得了你？要不是你现在不能动，我真想打醒你。什么任务比一条人命更重要？这世界上总有比一条人命更重要的事。你总是只关注眼前的正义，难道所有警察都像你一样仁慈，天天陪在变态身边，就不会有罪案发生了吗？你能盯住一个林默，盯不住所有人。仔细看看你的宝贝弟弟吧，反社会型人格是没有感情的，他们伪装的充满魅力，多情无害，但时刻在等待着作案的机会。这是来自基因的诅咒，你救不了他，只有法律。真是混蛋！太组长，不要太过分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我一定会在凶手作案之前逮住他。我会用事实证明，你理论都是狗屁。警局内部出了问题，所有证据都被人毁了，没有新的案件，你就是抓到凶手也没办法起诉。不劳你操心，敏才者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局长让你在我这里躲几天，等身体恢复了再执行任务。我这里虽然有点乱，但是很温馨。你这里是狗窝吗？这么直白，毫不掩饰的嫌弃。这儿还是人类能待的地方吗？赶紧给我打扫干净！今天太组长好像真的发火了，你要不要跟他解释解释？轮得到你来教我？我其实是觉得太组长说的蛮有道理，不应该让那个凶手逍遥法外。我懂，像你们这样的资深探员，肯定早就有了周密的计划，准备放长线钓大鱼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组长长得这么衣冠禽兽，绝对不会纵容犯罪分子的，我100%信任你的人品。文化沙漠呀，这小子非要这么组词吗？我对你的信任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太英俊是不会因为我说了什么就改变对林默的态度的，他们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。10年前，有一个号称心灵捕猎者的连环杀人凶手，专门以情感受挫、精神濒临崩溃的女性为目标，利用催眠诱导受害者自杀。太英俊的母亲就是受害者之一。英俊的父亲是个外国人，和他的母亲在酒会上结识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很快闪婚。可惜没过几年，他的母亲就被抛弃，随即精神也出了问题，重度抑郁、酗酒、自残，时常不知所踪。突然有一天，英俊的母亲恍惚地回到家，告诉儿子自己又怀孕了。他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。无论母亲如何憎恨厌恶这个孩子，太英俊依旧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弟弟身上，希望他能够快乐地长大。可英俊的母亲却在捕猎者的诱导下，带着弟弟自杀了。受到了极大刺激的他开始疯狂寻找捕猎者的消息，追踪凶手的踪迹，直到在火车道上救下了林默。就像 Harry F. 哈罗的恒河猴实验中紧抓住绒布的小猴子。对于太英俊来说，弟弟是缺失母爱的替代品，林默是死去弟弟的投影，终其一生都无法逃过这份心理的桎梏。我最担心的是，像林默这种善于操控别人的心理变态，很容易便发觉他的弱点，利用这个来控制他，逼他走上绝境。可林默看起来不像是那样的坏家伙。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的过去。捕猎者的最后一个受害人是林默的母亲。那起案件之后，捕猎者便消失了。很多专家对他进行过犯罪侧写，除非捕猎者已经死了，只要还能开口说话，他就无法抑制杀戮的欲望。在众多猜测和评论中，有一个匿名帖子突然火了起来。他自称是捕猎者的狂热粉丝，认为林默作为唯一的幸存者，对于捕猎者来说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，很可能他就是捕猎者为世人留下的继承人。心理变态还需要继承吗？他当这个是皇位吗？在很多犯罪者的心里，杀人如麻的捕猎者是精神领袖，就算自欺欺人，也宁愿相信捕猎者将世代传承下去。林默作为一个被万众期待成为坏人的心理变态，你觉得他变成好人的几率有多大？我不知道，但总归还是有可能的吧。话说组长怎么对他们的过去这么了解？平时多去档案室里翻翻资料，别总是张嘴等着别人教。我饿了，我来做饭。我一定要把你从特调组踢出去，有我没你，有你没我。
哥。怎么睡在这里？小心着凉。我实在是太累了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今天去了受害人的公司，被他们赶出来了。先生，没有证件，您不能进入。他们跟我要警官证，我没有。可是想要拿回证件，我就要复职，要复职就要破案，去破案又要拿出证件，简直是死循环，头疼死了。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国外旅行？刚好我这阵子没有课。为什么突然要去旅行？我不想看你那么辛苦。哥之前不是说趁着休假好好歇一阵子？我觉得是时候学习一下民警官，放下与自己无关的案子。你怎么会说出这样冷漠的话？就连你也觉得别人的生死与己无关吗？糟糕，一定是和姓闵的吵架的后遗症。我居然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，仿佛在责问他一样。他和闵才哲不一样，他对别人的情绪是没有感知的。我这样说一定会刺伤他。快说些什么解释一下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毕竟我也涉及其中，不应该。不用紧张，我没有同理心，也感受不到受伤和难过，哪怕对方死在我面前，在这里都毫无波澜。但这是与生俱来的，并非我刻意寻求，我改变不了的。我的人生像一个被蒙住双眼的人，看不到周围的色彩，孤独地行走在世界上。那家伙好像有点变态，居然就那样无动于衷地把女生丢在那里。这种人好可怕，三观有问题，离他远一点。精神病人很危险的。变态，去死吧！看到他就恶心。我看过太多虚伪的嘴脸，那些人口口声声说着盲人应该得到谅解和关爱，转头却露出一份嫌弃的嘴脸，咒骂瞎子为什么出现在自己身边。只有英俊哥是我唯一能看到的光和希望。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那样说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可是哥哥不是一直在逃避我吗？不管我说多少次，哥哥都无法相信一个具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人可以爱上你。原来他纠结的是这件事。再逃避下去，小心真的伤人家的心哦。果然还是我逃避的态度让他误会了。我只是担心像我这样三心二意的人会伤害他，毕竟在感情这件事上连我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讲实话，如果是林默的话，在一起也不是不行。也许我可以尝试一下。尝试什么？哥不说得清楚一点，我会误会的。为什么偏到这种时候开始迟钝？是故意的吧？好丢脸。那个，我们交往吧。我不愿意。我被拒绝了。英俊哥一直以来交往的都是女孩子吧？决定和我在一起，想必是下了很大的决心。可我不想哥哥为了安慰我做出令自己后悔的决定。怎么能是安慰呢？我们不是已经那样了吗？兄弟之间不会做那种事吧？对不起，因为我的事给哥哥增添了困扰，我会调整好自己，让我们之间回到原本的关系，不会再纠缠哥哥了。我以后睡客房。这小子说完就走掉了，完全不听人讲话的。明明是我被表白，怎么会有种被甩的感觉？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。已经走了吗？林先生，这边请。饶了我吧，徐先生，钱我一定会还的。明天我就让我老婆出去卖，无论如何
一定会把赌债还给你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卖老婆，人做到你这个地步，真是无耻啊！组织的钱怎么能让你白花？至少说点儿我们更感兴趣的话呀！这只手直接砍掉太便宜你了，还是一根一根剁掉指头更适合你。别闹了，像个疯子一样。我有事求你，哥。啊，真讨厌，来的真不是时候。你这小子总是没眼色，我正玩得开心呢。我差点就兴奋起来了，气氛全给你毁了。你不直呼我名字的时候，准没好事。怎么样，我亲爱的弟弟终于想明白了，看清楚了该站哪一边吗？我要见响尾蛇组织背后的老板，其他的条件随你提。要知道，你不接受继承人的身份，组织里是不可能帮你的。那就是说，你接受了。欢迎回家，我亲爱的弟弟。真爽快。老大，响尾蛇的那些人背后可是有教会撑腰。教会怎么了？你害怕上帝半夜来敲你家窗户？可是教会的神父是宋议员的弟弟，我们的赌场都靠宋议员在照顾啊，得罪他们恐怕不合适。啊，这么说来，那是应该尊重一下上帝。替我点个花圈，送到教堂去。花圈？您真的打算帮林默啊？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居然说出这种无情的话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他可是我唯一的弟弟，我们是血肉至亲。如果他被人玩死了，那岂不是快乐加倍？真是的，还要来问多少遍？302的那个人不男不女的，每天晚上带人回来。我这么大年纪，成天听得嗯啊的，像话吗？其他都不管一管的。幸亏没死在家里，不然连这里的房子都租不出去。见过几个衣冠不整的男人从他家出来，好像那天还有个女人。哎，社会宽容度提高了嘛，这种事是人家的私人生活，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去上班了。这个人你们有印象吗？没见过，不知道。你说啥？你大点声，我能听见。我眼神也特别好使。林默这小子，从昨晚到现在一句话都没和我说，连个消息都没发，是在故意赌气吗？被拒绝的明明是我都没说尴尬，反倒是他先躲着我。老大，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这样下去，还没破案，自己先倒下了。我知道闵组长的死对大家的打击都很大，但是，饭还是要吃的。还是不要胡思乱想了，晚上回去的时候跟他好好谈一谈。偷拍的录像里只有单个隔间的画面，唯一能看到的只有缝隙中露出的一只脚，白色 TT 牌帆布鞋，估测码数是37码左右，看鞋码很可能是个女人。老大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我记得受害人唐野的取向是男性吧？那个从他家出来的女人，你们调查过吗？闵组长查过了，是他的前妻，叫李玲，是新民银行的职员。那天是去找唐野要抚养费。唐野结过婚，还有孩子。
他不是……说是前妻也不是很准确，两个人其实没有婚姻关系，只是依靠私下协议共同抚养了一个孩子，确切的说，应该叫前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女人知道唐野的取向，还是决定跟他生孩子？倒也不是的，李玲是在抓到唐野和男人开房之后才知道真相。我们调查的时候，李玲情绪很激动，甚至对着警察扬言要去鞭尸，可见留下多大阴影。这么看来，他前任有足够的杀人动机。丑话说在前头，随便你们怎么处理，我绝对不会去认领尸体。我劝你们也别浪费时间和精力了，那种人死了活该，有什么好调查的？简直是浪费公共资源。他的脚目测还不到35码，但也不能排除故意穿其他码的鞋子混淆视听。唐野遇害的当天，你为什么去找他？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去要孩子的抚养费。为什么不打电话或者直接转账，非要自己跑一趟呢？哼，说什么天真的话呢？那种人渣，钱都花在乱搞上了。要不是我堵在他家门口，恐怕1分钱都拿不到。唐野还有其他的亲戚吗？没了，他的父母早在20年前就跟他断绝了关系，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介意我问一句吗？你为什么愿意和他在未婚的情况下生下孩子？这种事跟你们有关系吗？管太宽了吧。据我所知，唐野生前买了一份人身保险，受益人是你的儿子。你不会以为我为了保险杀了他吧？我那天整晚上都在家里，我儿子可以作证。哼，如果是我干的话，我一定先切了他的那玩意儿。至于孩子，告诉你们也没关系，反正他人都死了。怪只怪我当时太年轻，着了他的道。他有衣装体嘛，这件事我是知道的。我们是在漫展上认识的，他是一个展台的 coser。刚开始觉得和他谈恋爱挺刺激的，还专门让他穿女装陪我去见朋友。没想到他不只是个变态，还是个弯的。他千方百计骗我说一定会跟我结婚，要我给他生个孩子，结果只是因为他有肾病，想要个孩子当肾源。这个人实在太无耻了。37码。叔叔阿姨好，妈，我晚上还有课，想吃点东西。没看到我在跟警官说话吗？自己去弄个泡面，别来烦我。我说到哪儿了？哦，说到孩子。笨手笨脚的就会给人添麻烦，跟他该死的爹一个样。我还是去看看吧。烫到手了吗？我没事儿。我爸爸的尸体还没有人认领吗？这……妈妈说我的爷爷奶奶早就死了，这世上除了我，他再也没有其他亲人了。无论父母之间有怎样的恩怨，最受伤的永远是无辜的孩子。现在我也没有爸爸了。严俊哥哥，我没有妈妈了，他们都嫌弃我，说我是个怪胎，以后我该依靠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？小默默乖，哥哥保证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严俊哥哥，要记住你说过的话，没有你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毫无留恋。怎么突然想起林默来了？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，有医药箱吗？在那里。林默这小子从小就喜欢黏着我，总是说离不开我，却3番5次把我推开。5年前的失踪是这样，昨晚也是这样，他到底在想些什么？幸好伤口不大，这样涂了烫伤膏很快就会好的。啊，这是……老大，你觉得这个李玲是凶手吗？不可能是他，他的手一直在颤抖，厨房又摆了很多酒瓶，明显是长期酗酒引起的周围神经损伤，根本无法完成耳后静脉注射这种精准的操作。倒是那个孩子，似乎还有秘密瞒着我们。忙了一天，终于回来了。
这女人是谁？为什么从林墨家里走出来？哼，林墨在洗澡，那个女人又刚刚出去，这种场面怎么看都是像刚发生过什么的样子。该不会昨天才说要放弃我，今天就另觅新欢了吧？难怪上一次他表现得那么熟练，难道说已经身经百战？不过他倒是已经到了该交女朋友的年纪。糟糕，胸口好闷，觉得自己像是被水乱中气了。英俊哥回来了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吃晚饭？哦，刚才出去的美女是你朋友吗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还挺漂亮的，怎么没跟你一起吃饭？哼，她呀。这个笑容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都没见过？他只是帮我送份材料而已。哥哥身上怎么会有股奇怪的香味？嗯，什么味儿？我怎么没注意？强烈的迷死的气味，微果香，应该是乙酸乙酯。那是什么？是一种香精，大多用在染料、药物和香料里。你身上的味道更像是化妆品。哥哥今天去见了女人吗？这句话应该我先问你吧，你到底跟那女人都干了什么？倒是都没有近距离接触。哦，唯一接触到的只有那个孩子。怎么回事？自从被拒绝之后，看他的每个动作都不对劲。他们两个认识？见过几个衣衫不整的男人从他家出来，好像那天还有个女人。这是这个月的伎俩，记得按时吃。啊，你是那天的警察叔叔？草酸艾司西泰普莱，又叫莱士普，是一种新型抗抑郁类处方药。你们两个得跟我回警局一趟。喝点水吧，我们只是例行调查，不用太紧张。你跟郑岩这个人是怎么认识的？郑叔叔是个好人，他一直在帮我。我妈对爸爸一直充满怨恨，她从来不允许我跟爸爸见面。直到1年前，我跟踪妈妈，终于找到了爸爸的住址。我天真的以为我们父子团聚是件好事，可是原来爸爸他从来没有想要见我，他也觉得我是个累赘。也许妈妈不让我见他，是为了我好。虽然听妈妈说了很多次，但真的见到爸爸穿着女性的衣服站在我面前，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对女性的衣服越来越感兴趣，有时候甚至想要偷妈妈的化妆品用。我害怕自己变成爸爸那样。妈妈说做那种事的人都是让人恶心的变态，可是我又控制不了自己的想法，实在太痛苦了。我讨厌自己，最后甚至想到了去死。是郑叔叔救了我，他想方设法帮我拿到免费的药物，每次吃药之后，我的情况就会好转。这1年里，他一直在默默帮助我走出自杀的阴影。难道说郑岩真的只是为了帮助李乐？他并不想帮李乐。抗抑郁剂不适合儿童和18岁以下的青少年。临床上来讲，莱士普反而会增加18岁以下青少年的自杀频率。郑岩故意诱导李乐，误以为自己的异装癖是抑郁症的表现，然后长期服用他提供的抗抑郁药物，陷入不断自杀的恶性循环，变得愈发好操控。这也太卑鄙了！他是心理变态吧？连个孩子都要利用，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？不，他不是。有个人匿名送到警局一份资料，
是郑岩的个人调查资料。他不仅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，原来还是唐野涉及的强奸案件的受害者家属。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人送来的？都说是匿名了，人早就不见了。不是郑岩杀的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你去哪儿？不跟你哥打声招呼吗？奇怪，怎么感觉组长不在的时候，他就像变了个人？你知道郑岩作为医药销售，私下赠与处方药是违法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不能去医院。医生会通知我妈妈的，如果他知道我跟爸爸是一样的人，他一定会崩溃的。这些事情都是我爸爸的错，如果不是他，我才不会变成一个异装癖的变态。我虽然没有相同的经历，但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个人渣，他不光欺骗了我母亲的感情，还偷走了她所有的积蓄。小时候，我母亲也很讨厌我，因为我长得和父亲太像了，无论眼睛、发色还是外表，我越长大就越像他。每当母亲看见我，她就会想起她最憎恨的那个人。有天夜里，她甚至尝试杀了我，如果不是邻居听到我的挣扎声而闯进来，我大概已经死了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抗拒我父亲给予我的一切，但却一次又一次绝望地看着自己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。我也曾经厌恶过自己，但是这些都会被时间抚平。我现在仍然在努力摆脱他的阴影。我相信我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，可以让自己不成为父亲那样的人。我想你也可以做到。我真的还有机会吗？看看我，很多人帮助过我，警察、医生，还有朋友们。相信我，你可以摆脱心理上的阴影，重新变得健康阳光。对不起，我还是不能说。李乐显然知道内情，我觉得他在包庇郑岩。不过这孩子也怪可怜的，在这种异常的家庭环境下长大，很容易会产生心理问题。没有什么能毁掉下一代，除了上一代。林默说过，唐野当时因为受到惊吓，所以晕了过去。我怀疑唐野晕倒并不是因为受惊过度，而是药物原因。老大，检验科结果发过来了，你说的没错，唐野确实因为药物作用才晕过去的，他包里的药被人调包了。是什么药？青氯噻嗪。真正的死因也许是口服大剂量的青氯噻嗪引起的休克和昏迷。又是郑岩负责销售的药品。2年前弟弟自杀身亡后，你突然放弃泉州中心医院的工作，跑到 H 市做医药代表，并且以高出市场价1倍的价格租下唐野的隔壁。关于这一点，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？没错，我接近唐野确实是为了报复他。我弟弟被他性侵之后，患上了抑郁症，我母亲也因此病重，他应该为我所承受的痛苦付出代价，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是杀人凶手。他死的那天，我根本不在本地，我在 B 市参加学术研讨会，参会的人都可以为我作证。你当然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，我们要找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男性，拥有能够压制唐野的健壮身体，具有偏执型人格障碍，缺乏自信，无法自己策划谋杀，所以需要你来帮他做计划的凶手。他对唐野同样抱有极端的憎恨情绪，想要通过折磨致死来给他施加和自己相同的痛苦。我说的对吗？所以你们找到这个人了吗？郑岩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教唆杀人和参与谋杀同样是重罪，告诉我你的同伙是谁？唐野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，他说谎无度，骗婚、滥交、性侵男性，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因为他的存在而饱受煎熬，难道不该死吗？我弟弟作为受害者，该白白遭受那么多年的折磨吗？太警官，我听说过你的事。换个角度来说，如果遭受这一切的人是你的弟弟，你作为一个警察，却因为没有证据，不能将坏人绳之以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弟一步一步走向崩溃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作为一个警察，却因为没有证据，不能将坏人绳之以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弟
一步一步走向崩溃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竭尽一生和他们抗争，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这世界上虽然没有绝对的正义，但我清楚，我和我的亲人需要的是让正义得到伸张，而不是依靠复仇让更多人陷入不幸。你想过你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如何承受再失去儿子的痛苦吗？患者多器官衰竭，病情趋于恶化，随时可能危及生命。我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。他已经听不见这个消息了。林先生，关于郑小杰的资料全在这里了。喂，英俊哥，医院档案里并没有为郑岩的弟弟开过死亡证明的记录。郑小杰2年前自杀身亡的消息是假的，因为对死者的极端仇恨造成的偏执障碍，曾经被性侵的遭遇也导致了他缺乏自信，情绪不稳定。为了复仇而强迫性增加锻炼，使得他虽然身材矮小，却拥有了在体力上压倒性的优势。郑小杰才是那个符合你侧写的嫌疑人。凶手就是你弟弟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，我需要见我的律师。经历了第一次杀人之后，任何微小的刺激都可能引起郑小杰的应激反应。小梦，你去发布郑小杰的逮捕公告，必须警告公众，不要和他发生正面冲突。是。郑小杰缺乏自主能力，以他的精神状态，很难长期维持一份稳定的工作。郑岩一定会在经济上给予他帮助。星源，你去调查一下郑岩的银行账户，注意转账记录。是。等等，明明是报复性杀人，为什么在已经确认了受害者必死之后还要割伤他呢？这并不是初次作案的特征，这一点上还是解释不通。组长，小区物业的那个大爷送来的，说是这个人先前在唐野居住那个单元附近徘徊。他上去追问的时候，那人扭头就跑，他们以为是小偷，追了半天只扯下了外套。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？他说身高很矮，但是肌肉却特别显眼。应该就是郑小杰。把之前酒吧洗手间的装修图纸再给我看一下，还有其他楼层的建筑图纸。这件衣服上的标志和装修公司一样。原来郑小杰参与了施工，如果他对建筑结构熟悉的话，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。你们看这里，我们下意识觉得女洗手间和男洗手间的布局应该是镜面相同的，但按照这栋大厦的上下层图纸来说，男洗手间内部明显比上一层楼缩短了50公分。建筑公司用钢架结构在有窗户的一侧做了假墙，将原本的窗子遮挡住，就造成了假墙和背后墙面之间有一个供一人通行的空间，而原本的窗户位置只用了空心砖填补。只要郑小杰再移开假墙上的瓷砖，就能通过这条通道直接从背面破墙离开。我们得重新去现场验证一下我的猜想。就算是这样，郑小杰自相矛盾的杀人手法还是让我想不通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你们不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：瞎子岂能领瞎子？愿主保佑你。不都要掉在坑里吗？是郑小杰。找到作案工具了，杀人用的输液器，还有破墙用的锤子和平凿。可是工具准备的这么齐全，他又怎么会死在夹层里？组长，你得过来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件东西。这只针管刚刚从尸体上掉下来，看起来有点眼熟。注射器里残存的液体是麻醉剂和致幻剂的混合物，目前能确认的成分是氯胺酮和麦角酸二乙胺。按照成分分析，应该和10年前心灵捕猎者系列案件中遗留下来的注射剂是一致的。这种药物会使人产生强烈不愉快的心理反应，正常来说，受害者会发疯、自残，甚至自杀。
但同时因为麻醉剂的加入，使得受害人在承受极端精神折磨的同时，却四肢瘫软，无能为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死亡反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脱。有外伤吗？真正的死亡原因是什么？除了在移动受害者的时候造成的表皮擦伤以外，没有防御伤，也没有折磨和捆绑的迹象。死亡时间几乎和唐野一致。死亡原因是心肌纤维撕裂，心脏出血导致的心跳骤停。这种状况更像是因为精神折磨而被吓死的。凶手动作迅速并且果断，目的性明确，要将受害人折磨致死。这和唐野尸体被切割放血的逻辑一致。看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郑小杰在杀害唐野之后，被另一个真正嗜血且手法成熟的变态杀人凶手捡了漏。真正的变态杀人凶手，难道说捕猎者又回来了？这一次他似乎更加丧心病狂。对不起，如果可以，我也不希望你看到这样的照片。我也有兄弟，我能感受到这些东西带给你的痛苦，但是我需要更多的细节，才能找到真凶。为什么？明明都已经到了最后一步，他答应我，只要这件事过去，就去国外读书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好人就不能好好活下去？你知道我弟弟有多善良吗？他被强奸的第二天，回到家里，不敢让我知道，偷偷跑到卫生间里一直洗澡，甚至还责怪自己做错了什么。从那之后，再也没穿过短袖的衣服。如果不是唐野对别人炫耀自己的战果，周围人开始用怜悯的态度关心他，他甚至不知道是自己受到了伤害。该死的人不是他，该死的是唐野，还有愚蠢的我。如果不是我当时坚信警方还可以还小杰一个公道，就不会怂恿他公开起诉唐野，让他的痛苦被所有人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害得他精神崩溃。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一个警察，你们只会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废话。你不是说了解我的事吗？那你现在可以忽略我的身份，把我看作一个和你一样充满私心、冲动不理智的哥哥。你难道没有发现吗？现在这个房间里只有你跟我两个人，这个案子同样涉及到我弟弟的清白，不管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会找到凶手，包括为了得到真相，对你使用非法手段。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警方，如果你令我失望，我一定会让你尝到和我一样的滋味。我认罪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设计的。从2年前小杰自杀，向媒体透露死亡的假消息开始，我已经做好准备要杀了唐野。后来的过程你猜对了一半，事实上当天将唐野随身药物换掉的人是他的儿子，协助小杰逃跑的人也是李乐。难怪女洗手间因为装修已经控制了很久，还恰巧有人去放摄像头。你打算把杀人的罪行交给李乐，对吗？没错，本来我想让李乐实施杀人的计划，我手把手地教会他如何配药，如何注射，但那个蠢货却因为自杀把右手的神经割断了。无奈之下，我才不得已让小杰去做。知道这件事的除了你和郑小杰、李乐，还有其他人吗？没有，不过在我开始调查唐野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信里有唐野的全部个人资料，还有一笔钱。对于并不富裕的我来说，至少可以支撑我和弟弟5年的生活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花高价租下唐野的隔壁。那封信就在我家的保险箱里。老大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真打算跟他同归于尽。还好这东西没用上。小孟，申请搜查令，我们要把郑岩家里的信取出来。不必了，局长。既然杀害唐野的凶手已经找到了，这个案子就到此为止吧。后面的事情我会交给其他人。可是杀害郑小杰的凶手还没……你作为待休警员，有办案的资格吗？结案公告的媒体会你也不用去了，会有人替你。你回去休息一下，准备复职吧。我明白了，但是我还有个请求。
林墨，这是血迹。林墨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是林先生吧？宋牧师会在会客室等你。您稍等，宋牧师马上就来。你已经到了吗？我这边有点事情耽误了，很快就会赶到。我到之前自己小心点哦。这么正大光明的摆在桌子上，看起来不像什么神秘组织。林先生也对我们的药品感兴趣吗？药品？没错，衔尾蛇意思是自我吞噬者，也象征着无限大和循环。柏拉图形容衔尾蛇为宇宙的始祖生物，它是不死之身，并拥有完美的生物结构。因此，我们的药也致力于增强生理机能，延长寿命，达到青春永驻的效果。听起来像是非法传销组织。不，我们的药物只向有能力购买的人提供服务，大概只有政客、财阀才能享受得到。不过，以林先生林氏医疗继承人的身份，我很愿意与你合作。我这次来并不是为了这件事，我想找一个人，目前看来应该是你们的顾客之一。对不起，顾客的信息是保密的。况且我今天见你是看在徐秋的面子上，我们之间的账该还还是得还。我们之间的账？送这种东西来教堂，也太目中无人了。小子，你要记住，对待长辈要学会尊重。你父亲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个小角色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那什么人才能进宋牧师的眼呢？徐秋，你带这么多人进来，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救人。哦，我好像忘记告诉你了，虽然这家伙不愿意承认，但他可是我姑姑的儿子，也就是说，他是武联会会长长女的独生子。你也知道，会长他老人家没有儿子，所以这小子目前是武联会唯一的太子爷。我在这里。什么？这么重要的事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要是说了，还怎么理直气壮地进来？早就听说宋牧师锱铢必报，想不到下这么重的手。哎，我可怜的弟弟。哦，对了，花圈是我送的 ，surprise。许秋，你不要胡来，这里是黑白两道约定的安全区，你敢打破这里的规矩，一定会被所有人追杀。明明是宋牧师先坏了规矩，袭击了我们的人，怎么反咬一口呢？那是因为你设计陷害我。No， 是因为你蠢。我早就想除掉你了。光这个月，我手底下就有3个小姐被你们注射药品折磨致死，他们的家属整天在我办公楼下哭丧，害我赔了好多钱。哎呀，我这个当老大的，怎么能不替他们出头呢？既然是因为色欲犯下的罪，就应该用犯罪的器官来赎罪吧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定非常愤怒，他这种败类早就该死了。拿着这把刀，他会带你体验前所未有的刺激和快乐。林墨，你受伤了？你从医院出来之后去了哪里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为什么会受伤？我没事，你走吧。不是说了吗？我没事，就算有，也是我自己的事。哥哥难道想要我给你汇报一天的行程吗？管太多了吧？语气好冷淡，为什么突然发起脾气来了？怎么看都是遇上麻烦了。怎么说我也是警察，如果是在学校遇上了霸凌或者什么事，我可以帮你。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如果一个男人对你这样说，就应该识趣的走开。哥哥这样纠缠下去，我也是会厌烦的。好直白。什么纠缠下去？我们两个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就算是跟人打架，也不至于到流血的程度吧？明明流了那么多血，你什么都不说，反而更让我担心。真的好烦。说白了，哥哥到底是担心我受伤，还是担心我伤害了别人？你留在我身边不就是为了这个？
不是这样的。放心，我没有杀人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随便哪个当哥哥的看到弟弟这样，能不心急吗？更何况我从来没有觉得留在这里是为了盯着你。原来他一直是这样的吗？就因为自己的精神问题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总是第一时间躲起来，害怕被人误解。他到底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事？不然，你留下来是为了什么？我们既不是真正的兄弟，也不是猎人，这样下去到底算什么？这样下去到底算什么？讲实话，上一次被拒绝之后，我们的关系就变得有些尴尬。那个，我们交往吧。如果是普通的恋爱关系，被拒绝就应该适可而止的拉开距离。我不愿意。硬要说留在他身边的理由，无非是担心他会被袭击。可是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忙着案件的事情，并没有好好看着他，不然他今天也不会受伤。说来说去都是我太疏忽了，既抓不到凶手，又没有照顾好林墨，我真是个笨蛋。我可是从你8岁就开始照顾你，亲眼看着你长到这么大的人。就算明知道你这个小子又危险又麻烦，这么多年都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你，还跟你那个，我算什么？等等，这样说起来，不就像是我从小就对他心怀不轨，被拒绝了还一直纠缠着他，就算发生了关系，还故意吊人胃口，听上去我好像个渣男啊！唉，真的是这样的话，现在才明白这一点，我也太迟钝了吧。其实我今天本来有个好消息等着告诉你，我跟局长申请由你来做犯罪学顾问。虽然你不是专业人士，但我觉得你蛮有天赋的，能申请到这个实习的机会。门开了。我有什么天赋？犯罪的天赋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到底是谁把你打成这样？你怎么还在这站着？快点躺下！我的天，出这么多血！哥哥真是不遗余力的想要把我拉向好人那一边的，可惜我怕是要让你失望。怎么突然抱过来？是不是很痛？实在不行，我去叫救护车吧。我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为什么就不能听话的走开？明明不喜欢我，却总是这样拿关心当做挡箭牌，让我变得这么狼狈。我什么时候说不喜欢你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喜欢不喜欢的？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，也要有个限度。所以哥没有说不喜欢，是喜欢的意思吗？我怎么又问我这种问题？难道答应交往都不算是喜欢的意思吗？他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回答？顺应气氛的说喜欢明显不行，可他这么不安的盯着我，又不像是想要被拒绝。好烦，根本猜不透他想要什么。哥哥自己选吧，跟我进卧室，或者给我一拳然后离开这里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进卧室？你这话题跳跃太快了吧？原来只是要这样的答案。为什么我会有点失望？我又想要他说什么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最重要的是先处理一下伤口，不然会感染的。你放心，你恢复之前我不会离开的。你走吧。哎，我说错话了吗？哥哥还真是给了我一拳呢。我终于知道这里痛是什么感觉。是我太卑鄙了，总是利用哥对我的关心把你留在我身边。我以为哥哥会喜欢上我的，只是缺少一个契机。我没法向哥哥证明我是真的爱着你，因为我天生就不正常。我对哥没有心动，只有强烈的占有欲望。我只能祈求，也许你能发现自己也抱着同样的心情喜欢我。可我越是这样急切的求证，越清楚的知道，英俊哥对我只是单纯的关心。这种感觉就像是拿到死亡通知单的病人，明知道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。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我害怕自己疯下去。混蛋小子，说什么只是关系，都答应跟你交往了，还是磨磨唧唧的，是不是个男人？到底我自己挣扎这么久是为了什么？